我自掏腰包建了村里唯一的大功率深水增氧站，10年只收基础电费，只为让乡亲们的虾塘在闷热雷雨天不犯烫。被见钱眼开的村长岳父和皮包公司举报，污蔑我吃回扣偷虾苗，硬生生逼我交出管理权。我索性签了免责协议，拆走属于自己的核心电机，去支交搞起了全自动化高端海产基地。盛夏雷雨天，村民看着天价的智能电费单和满坑死绝的对虾，将我那好岳父活活按在烂泥里。先前我刚把增氧坡的滤网清洗干净。村长岳父刘长贵就带着小舅子以及几个夹着公文包的陌生男人走进了机房。岳父一进来，眉头就皱成了死疙瘩。这什么破机器，噪音这么大！陆川，你这增氧机都多少年了，效率低的要命，打出的气泡跟蛤蟆吐气似的，你是不是故意卡着大家的氧气？咱们村这边塘水深，这台泵能把底层水打透就不容易了。10年了，我只收大家最基础的电费，忍忍吧，这就开足马力了。拉倒吧你！你说只收电费，凭什么我家上个月交了800块？你敢说你在里面做手脚，没吃讨彩回扣？你家那片塘在最边上，压力送过去耗电本来就大，账本全在墙上挂着，你自己不会看？我看不懂你那些假账，我只知道你黑了乡亲们的钱。大家听我说，这是城里蓝海制鱼的王经理，人家说了，只要把这破机房交给他们公司统一管理，立马给大家免费升级成智能增氧。各位乡亲，现在的养殖讲究光伏智能，你们这老掉牙的设备早该淘汰了，交给我们全部免费换新，大家在家里拿手机就能控氧，免费升级啊，那感情好。是啊，陆川这机器确实太老了，有时候还停电。村长在外面见过世面，肯定是为了咱们全村好，总不能坑咱们。第二天清晨，我还没起床，村里的大喇叭就响了。岳父刘长广在广播里义正言辞地号召全村人去大队部开会，主题是罢免陆川，迎接现代化。乡亲们，虾塘是咱们村的命脉，不能让陆川一个人把持着吸咱们的血。陆川啊，那个大家的意思你也看到了，现在推行水产现代化，这事儿你得顾全大局。而且你岳父说了，你不交出钥匙，蓝海公司就不敢硬住，怕你从中作搞。支书，这10年设备坏了，我自己掏钱买配件，氧气管漏了，我大半夜跳进泥水修，我没拿过村里1分钱补贴。现在你们要逼我走，时代变了嘛，人家有大公司的技术，你一个人瞎折腾啥？你也别太犟。我看着院子里几百号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一句话。这地方我是彻底寒心了。我从兜里掏出一份昨晚连夜起草的自愿免责与资产分割书，拍在支书的桌子上。行，要是我交，既然大家觉得我贪污，觉得公司好，那就全在这上面签字画押。从今天起，村里的增氧跟我陆川再无半点瓜葛，以后是死是活，电费是涨是跌，大家各安天命。签就签，你别以为离了你，全村的虾就得憋死。他带头按了红手印儿，紧接着小舅子李婶儿，全村人排着队，生怕晚了一步就耽误了他们的免费智能升级，一个个迫不及待地签上了名字。看着那按满红手印的几页纸，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突然就碎了，变成了彻底的轻松。我收好协议，转身走向机房，岳父和一群人像防贼一样跟在我后面。我打开机房的门，拿起扳手，直接走向了最深处。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中，我把那台沾满厚重油污与水皱的旧底座从机柱上卸下来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大汗。这台电机虽然外表看着磕碜，水垢严重，但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是早期纯铜线汆的工业级深水电机。注意了，陆川要搞破坏，大家拦住他，别让他卷走村基地的财产。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这底座是我私人花8万块买的，发票名字写得清清楚楚。刚才的协议上也写明了我带走个人资产，你们要的官网我连一颗螺丝钉都没动。全场瞬间哑火，岳父脸色铁青，但看着白纸黑字，硬是憋不出一句话。我把那台沾满淤泥的旧底座从中基柱上卸下来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大汗。这台电机虽然外表看着磕碜，水垢严重，但懂行的人都知道，
这是早期纯铜线圈的工业级深水电机。当年为了把氧气压进塘底，我跑了3个市的二手设备市场，花了整整8万块钱才把它拉回来。这10年来，不管天气多闷热，不管开机的时间多长，这台老伙计从来没掉过链子。电机足足有200多斤重，我一个人搬不动，只能垫着木板往皮卡车的车厢里挪。粗糙的麻绳勒进了我的掌心，汗水流进眼睛里，刺痛无比。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门外，机房外的空地上围了不下几10号本村的乡亲，李婶、王大爷，还有那些我曾经半夜冒着雷阵雨帮他们抢修过管网的熟面孔，全都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上前帮我一把，甚至连一句客套的挽留都没有。他们全都捂着鼻子，像是怕沾上我身上的腥臭味，眼神里透着毫不掩饰的嫌弃和防备。哎呦，陆川，你可慢点啦，别把你那长绿毛的破铁鸽子颠散架了。大家看看啊，这就是咱们村以前的虾霸王，拿个糊满黑油垢的破铁壳的糊弄了咱们10年，里面全是一股子机油焦糊味儿。就这种机器打出来的气儿，咱们的对虾吸了能长得大吗？怪不得这几年水质不好，根源全在这儿呢。就是按耗子说的对，那机器肯定污染水源，早该换了。我都嫌这破机器噪音大，吵得人中午睡不着觉，赶紧让他拉走，看着就碍眼。行了，耗子别拍了，哼，让他赶紧收拾滚蛋。陆川啊，不是当岳父的说你，你这人就是死脑筋，跟不上时代。人家蓝海公司明天就拉城里的高级智能设备过来，那是全不锈钢的泵体，带炫彩跑马灯的，以后的氧气不仅比你这破机器打出来的绵密，人家是大公司统一管理，连电费都比你那个所谓的成本价便宜1半。咱们村马上就要发大财啦！村民们听着岳父描绘的美好蓝图，一个个喜笑颜开，那眼神仿佛已经看到了出堂记时满堂都是8大的肥虾。刘浩这个混账，甚至迫不及待地朝我皮卡车的轮胎前吐了一口唾沫。赶紧走吧，别耽误人家大公司的工程车进村。我拍了拍手上的泥，看着这群自作聪明的面孔，心彻底碎了。免责协议，白纸黑字都在村委压着，以后你们的富贵跟我陆川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冷冷地扔下这句话，升起车窗，一脚油门踩到底，把岳父和村民们的嘲笑声彻底甩在了身后。离开了那个破虾村后，我直接开着车去了市郊。我知道，我手里这台工业级老底座，在别人眼里是长毛的铁疙瘩，但在真正懂水产的人手里，那是能救命的底牌。我在市郊转了整整3天，终于看中了一片足足有上百亩的废弃盐碱塘。这片地租金便宜的离谱，原因只有一个，水是死水。这地方的底层水富营养化极深，普通的民用增氧机根本打不透，就算打进去，容氧量也小得可怜，根本供不上100亩高密度养殖的需求。前几任承包商都是因为解决不了水质缺氧问题，全军覆没，赔了个底朝天，最后灰溜溜的跑了。但我不在乎，我租下地的第一件事就是花钱找工程队建了水下平台，然后把那台沾满淤泥的纯铜老电机稳稳地砸在了基座上。当合上电闸的那一瞬间，电机发出一阵沉稳有力的低吼，仿佛一头苏醒的巨兽。紧接着，巨大的活氢气泡从水底深处喷涌而出，有了充足的溶氧，剩下的事情就是顺水推舟。我利用这10年积累的养殖经验，加上大马力的增氧支持，在这片廉价的废坑里投下了高经济价值的斑节对虾。我的生活像按下了快进键，每一天都在朝着大丰收稳步鸣进。而此时的村里正沉浸在现代化的虚假狂欢中。蓝海公司拉来了一台外观非常漂亮的新机器，蓝海公司为了稳住岳父这个地头蛇，不仅暗中许诺了他足足30万的设备高额回扣，还把村里水下管路铺设的土建工程包给了他，让他大捞了一笔工程预付款。他拿着用出卖全村命脉换来的几10万巨款，买了大批的红砖和水泥，开始在村中心最显眼的位置盖起了3层小洋楼。村民们拿着网兜，满怀期待地看着水下新铺的黑色塑料细管
虽然那些管子捏起来软绵绵的，管壁薄得像纸，但在岳父的嘴里，那是高分子纳米材料。大家伙儿做着发财的美梦，以为不用操心就能用上最高级的活羊水了。可他们根本不知道，命运所有看似免费的馈赠，早就暗中标好了天价的筹码。幻梦的破灭是从第1个月交电费的那天开始的。盛夏季节正是对虾生长好养的高峰期，对增养基的需求开始变大。请各位村民到大队部交智能增养费，激活物联网卡。请各位村民到大队部交智能增养费，激活物联网卡。耗子，我家在村尾低洼那片塘，一共就2亩。以前陆川管事的时候，我1个月满打满算也就交个200-300块钱的电费。你爹说了，这高级设备比以前便宜1半。我今天先交200块钱的，够我交这个月了吧？收费员是我那不学无术的小舅子。李翠花是吧？你家这个月的账单出来了，一共是4850元，扫码还是现金？不交清的话，你的卡明天就停机断养了啊！多少？4800多？耗子，你是不是看错小数点了？你们这是抢钱啊！我统共在某虾塘开1个月机器要几千块。婶子，你不识字也得讲点理吧？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你看看第1项，基础电费确实便宜啊，1度电才几毛钱，比你们以前陆川收的是便宜多了吧？但是咱们这是现代化物联网机器，不能光算电钱。第2项，智能平台网络服务费每月30。第3项，纳米管道折旧及日常维护费。纳米管道折旧及日常维护费每月80。第4项，因为你们村水深，这是阶梯式底层加压，分摊费60，还有液氢瓶租金费、微量元素添加费，7七八八加起来就这个价。这还是咱们公司搞了助农补贴的。嫌贵嫌贵，你当初别按印签字啊！嫌贵你别刷卡开机啊！阀门长在你们自己塘里，谁逼你用了？刘浩的一番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全村人的脸上。消息像长了翅膀的风一样传遍了全村，所有人都傻眼了。以前我管事的时候，因为电机是我买的，管道是我修的，我只按国家电网的标准收取他们纯运转消耗的电费，1分钱杂费都没收过。现在蓝海公司进来了，玩起了资本最擅长的拆分计费和隐形附加费套路，把各种巧立名别的服务费全加了上去，综合算下来，给同样一口塘打养的成本翻了整整几10倍都不止。炸开锅的村民们愤怒了，那些平时为了几毛钱菜钱能跟人在集市上吵半天的农村妇女，此刻心疼的简直在滴血。几百号人浩浩荡荡地涌向了村中心，直接把岳父刘长国那栋正在施工的小洋楼给围了个水泄不通。刘长贵，你个杀千刀的，你出来把话说清楚！你不是说便宜1半吗？你不是说便宜1半吗？现在给塘里打个养，比我们一整年卖大虾赚的辛苦钱都贵。你是不是和那个公司合伙骗我们的钱？村长岳父刘长贵这时候正在2楼视察他的大露台，见底下群情激愤，他赶紧整理了一下衣服，端着架子走了出来。他心里也有些发虚，因为公司收费的套路他也是刚知道，但他拿了人家好几万的好处费，现在只能硬着头皮把谎圆下去。吵什么吵？一个个眼皮子怎么这么浅？人家这是省里下来的大公司，那不锈钢的增氧气
那水底下的纳米管子，人家前期投了多少钱，不得收回成本啊？你们怎么光看着眼前这点电费？眼前这点电费啊，你们要算大账，人家那打出来的是纳米级微孔活氧，经过了高频磁下净化，这就叫投资。现在多花几百块钱电费，等过阵子对虾长得又肥又大，卖给城里的海鲜大市场，一斤多卖个10块8块钱，那点增养费算个屁呀！早就几倍10倍的赚回来了。你们要是因为心疼这点钱，就掐着氧气，到时候虾长得像虾米一样小，那就是你们自己目光短浅。村民们被岳父这套半真半假的经济学给忽悠住了。大家虽然心里肉疼的要命，但看看堂底已经铺好的管网，再想想已经签了字的合同，连个退路都没有了。毕竟老电机已经被我拉走了。老机房的接口也被蓝海公司拆了，没办法，大家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为了省钱，村民们开始算计着过日子。原本应该全天候打透的活氧，现在只敢开个10分钟。让对虾稍微透口气就赶紧拔卡，原本全天运转，现在硬生生拖到半夜才舍得开一会儿。对虾是不会说谎的，溶氧量跟不上，那些原本水色鲜亮、微生态平衡的活水开始发酸发臭，水里潜着的那些虾苗长到手指长就不长了。整个村子被一种压抑且焦虑的气氛笼罩着，他们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今年多刮几场凉风，别遇上雷雨天，好省点那要命的天价增养费。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老天爷是不讲情面的。一场足以让全村倾家荡产的雷雨低压季正悄然逼近。7月中旬，100年不遇的盛夏雷雨季，短短2天时间，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村里那几个原本水质最好的深水塘，在不到48小时内就浑浊得像泥浆，连水草都腐烂了。往年这个时候正是对虾耗氧的生死关键期，一刻都离不开增氧机。可今年，因为蓝海公司那吸血鬼一般的阶梯收费，村民们谁也不敢敞开了打氧。最先遭殃的是建在村尾地势最低洼、死水最难流通的李婶家。他家那2亩全家赖以生存的对虾，已经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浮头泛白，用手捞起来一捏，虾肉已经软成了一滩烂泥。塘里那些原本应该有手掌长的极品对虾，现在泛着死白，像一层发红的塑料壳包着腐肉。现在泛着死白，像一层发红的塑料壳包着腐肉，轻轻一碰就散发着恶臭。李婶一屁股坐在滚烫的烂泥里，拍着大腿嚎啕大哭。完了，全完了！老天爷这是要逼死我们呀！啊，这可是我老伴下半年的透析钱，是我孙子秋天去镇上读初中的学费呀！为了买虾苗，我还欠着信用社2万块的贷款，再不打养，这虾要是死绝了，我们全家就只能去上吊了。李婶的哭声像是一个信号，彻底击穿了全村人的心理防线。不知是谁在村头大喊了一声：“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算倾家大荡产交电费，也得先把保住。”几百户人家像疯了一样，全部往自家的虾塘里跑。大家红着眼睛，不管不顾地拿出那张曾经被他们视为高科技象征的智能 IC 卡，颤抖着手贴在刷卡机上，滴滴的刷卡声在各个缺氧的塘口此起彼伏。几百个阀门在同一时间被村民们急切地拧到了最大，所有人都在眼巴巴地盯着水里那根黑色的塑料细管，等着那昂贵的活氧打出来。可是水管里只传出几声沉闷的空气呼噜声，紧接着细管里勉强吐出2串毫无压力的气泡后，就彻底没动静了，连一丝活氧都挤不出来。怎么回事？氧气呢？我的卡里刚充了800块啊！
我这边的管子怎么一点压力都没有？连个气都不出。村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扔下网兜，纷纷往村口的总兵坛跑。还没跑到跟前，所有人就闻到了一股极其刺鼻的焦糊味，那是劣质塑料外壳被彻底烧化后产生的令人作呕的恶臭。新建的漂亮机广里，蓝海公司那个外表光鲜亮丽的不锈钢外壳增氧机，此刻正发出极其沉闷的嗡嗡声，整个机身烫得连靠近都能感觉到热浪。以前我管事的时候，那台纯铜线圈的工业级深水底座，马力足扭率极大，就算全村几百亩虾塘同时大开阀门用氧，它也能稳如泰山的把底端活氧硬生生压进深水里。它也能稳如泰山的把底活氧硬生生压至深水里。可这台所谓物联网增氧机，根本就是一个功率严重虚标的劣质组装货。平时十几户人家轮流开机，它还能勉强应付。现在全村几百个阀门同时大开，管网内的阻力瞬间丧失殆尽。为了维持出气量，劣质电机的电流瞬间严重过载。那些为了省成本用的铜包铝线圈疯狂发热。快拉总闸！快切断电源！它要炸了！一声琛闷且剧烈的爆炸声传出，一连串刺眼的蓝色电话花在黑烟中炸裂。那台被村长岳父吹上天的高级增氧机，彻底烧穿爆缸了。全村几百户人家的希望，同时也跟着被炸得粉碎。开着一辆崭新的黑色迈腾轿车，慢悠悠地进了村。他只是用锃亮的皮鞋尖随意地踢了踢那堆烧成废铁的增氧机残骸。村长岳父刘长贵像见到亲爹一样迎了上去。王经理，您可算来了。这机器昨天突然就炸了，一点气儿都打不出来。您看这雷雨天的，对虾实在等不齐了，赶紧让公司派个工程队拉台新机器过来，给咱们换上吧。换机器？刘长贵，你脑子进水了吧？你们自己去看看说明书。公司在给你们办卡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千叮咛万嘱咐，这种精密设备绝对不能同时超负荷开启，这是严重的违规操作，属于人为恶意损坏。价值10几万的光伏物联网设备车况就这么被你们这群土老帽给毁了，现在还想让公司给你们免费换？你们以为这是做慈善呢？村民们一听这话，顿时炸了锅。啥叫我们弄坏的？雷雨天大家都要打氧，以前陆川的破底座几百家一起开也没有见坏过，明明是你们这个机器是个假冒伪劣的便宜货。对，就是我们交了那么多纳米管折旧件维护费，这缴费了设备坏了凭啥不给修？设备是你们违规操作弄报废的，想恢复供氧可以。第一，这台设备是进口定制的光伏中枢，全村先按户头把这台机器的折损费和新机采购费凑齐，一共100万，一共300万，必须一次性对公转账，款到换机，少1分钱，你们就等着满坑的对虾变成发臭的烂泥巴。款到换机，少1分钱，你们就等着吧。满坑的对虾变成发臭的烂泥巴。300万，这个天文数字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死死地压在了每一个村民的胸口，让现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前几个月的天价电费已经抽干了他们本就不多的积蓄，如今虾饲料的钱都还欠着商铺的赊账，别说300万，就是30万，他们砸锅卖铁也凑不出来。王经理，你这哪是修机器呀？你这是要我们的命啊！你这是要我们的命啊！咱们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常贵可是保证过，说你们大公司有售后，
设备坏了包修的。刘长贵此时也慌了神，他家的虾塘面积最大，没氧气，一天就要损失成千上万。王经理，老王，咱们当初吃饭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这设备明明是你为了吃差价买的便宜货，怎么能全赖在乡亲们头上？你这不是坑我吗？大家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你们这位刘长贵村长，当初为了拿公司给的足30万巨额推广回扣和工程款，主动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还在这份阴阳合同上签了字。合同第7条第3款写的明明白白，一旦村集体因违规操作造成设备损毁且无法支付赔偿金，蓝海公司有权直接向担保人刘长能追偿300万全款。他当初只顾着拿那30万块钱的现金回扣去盖洋楼，连合同的具体条款都没看，就乐颠颠的按了手印儿。你血口喷人！我那是推广费，我根本没看懂什么叫连带担保。没看懂？白纸黑字加上你刘长贵的指纹，去法院跟法官说你没看懂吧。给你们3天时间凑齐这300万，3天后看不到钱，法务部的起诉书和法院的查封令就会准时送到你刘长贵的手上。王经理坐车走后，留下几百个愤怒到极点的村民，死死地将刘长凤父子包围在了中间。刘长贵被全村人堵在家门口骂了整整1天1夜。家门口骂了整整1天1夜，村长刘长贵家那栋刚建起2层的红砖洋楼被村民们砸成了一片废墟。村民们在门外泼下了刺鼻的汽油，放下了最恶毒的狠话。刘长贵，3天之内你要是交不出修机器的300万，要是让全村人的对虾死绝了，我们就先一把火点了你这破楼。被逼上绝路的小舅子刘浩躲在2楼，连窗户都不敢开。爸，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这帮泥腿子是真的会打死我们的。咱们村没设备，但陆川那里有啊。我听去市里送海鲜的人说了，陆川在市郊包的那片盐碱地，现在弄成了什么高端海产基地，只要咱们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救急。让他回来救急，这300万不就用赔了吗？对，给陆川打电话，我是他亲老丈人，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不能看着老丈人被人逼死啊。而此时此刻，远在市中心最顶级的酒店顶层宴会厅里，我正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高定西装，站在灯火辉煌的水晶吊灯下。这里正在举办全省现代水产与供应链融合发展高峰论坛。作为市里扶持的标杆企业，我刚刚与全国最大的生鲜连锁商超签订了一份价值3000万的年度独家供货协议。我的手里端着一杯香槟，正在和对面的商超集团的执行总裁聊天。就在这时，我口袋里的私人手机传来了震动。我端着酒杯，转身走进了宴会厅外安静的 VIP 休息室。有事儿？村里出大事了，那个蓝海公司的增氧机炸了，现在断氧大半天，浅水区的虾已经全翻白肚了，就剩深水区那点命根子还在水面上浮头，吊着最后一口气。陆川，你快带着你那台老电机回来救命吧！再拖2-3个小时，全村的家底就真的要死绝了呀！只要你回来把活氧打透，以前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电费随你定。是啊，陆川，爸知道错了，以前是爸鬼迷心窍，被那个黑心公司骗了，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可是你老丈人，你要是不回来，这帮人真的会把我活埋的。刘长贵、刘浩，你们是不是年纪大了，记性连狗都不如了？记性连狗都不撂了。离开村子那天，当着全村几百号人的面，那份自愿免责与资产分割书，是谁牵头按的红手印？你们当初骂我贪污，骂我赚黑心钱，
为了拿那30万块钱的回扣，毫不犹豫地把我当成垃圾一样扫地出门，转头去碰那个资本公司的臭脚。我走的时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从今往后，村里的曾养跟我陆川再无半点瓜葛。陆川，你不能这么绝情，全村几百口人的命，你担得起吗？少拿乡亲们的命来绑架我。当初按手印的时候，他们哪一个犹豫过？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并将这个新号码再次拉入黑名单。随后推开大门，宴会厅里掌声欲动，那是商界名流们正在庆祝合作的达成。而在几十公里外，那片缺氧的死水村落里，村民们强行抓住刘长贵，逼着他按下了手印，被迫将他名下制胜的虾塘和这栋被砸烂的房子全部抵押给了全村人作为赔偿。爸，我想到办法了，只要咱们半夜摸去陆川的基地，把那台老电机拆回来装上，明天一早全村人有了活养，谁还会找咱们算账？说不定大家还得感谢咱们，救了全村的命。刘浩的歪理邪说，居然让绝望中的刘长奎看到了一丝荒谬的希望。看到了一丝荒谬的希望，他哆嗦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最后几千块钱，塞进刘浩手里。耗子，你趁着后半夜他们打瞌睡，从后墙翻出去，去镇上找几个胆大的，无论如何把那台老电机给我弄回来。当天凌晨2点，刘浩花重金在镇上雇了2个平时游手好闲的二溜子，开着一辆面包车，悄悄摸到了我位于市郊的星辰海产基地外围。在他们的想象中，养虾场顶多就是围一圈铁丝网，搭个看塘的茅草棚，只要剪断铁丝网，把电机往车上一抬，神不知鬼不觉。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早已不是一个传统的农村虾塘，而是一个高度现代化、资产过千万的海洋科技企业。资产过千万的海洋科技企业，刘浩手里拿着大号液压剪，吭哧吭哧地剪断基地最外围的一处防护网，随后带着2个二流子，直奔基地中央那个独立恒温增氧机房。快，就是那台纯铜底座，我认得它的底座，足有200多斤重，赶紧把螺丝拆了，用撬棍把它弄到手推车上去。可就在其中一个二溜子刚把扳手卡在电机的螺栓上的一瞬间，整个基地上空，整整16组高强度安仿探照灯同时爆亮，刺眼的白光如同白昼一般，强光刺的刘浩等人直接发出了惨叫，捂住了眼睛。紧接着，最高级别的安防警报声划破了至交宁静的夜空，震耳欲聋。还没等刘浩他们从强光中缓过神来，10几个穿着统一黑色制服的专业安保人员从4面8方将他们死死包围。老实点儿！刘浩吓得肝胆俱裂，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满是泥水的草地上。短短15分钟后，刘浩就被警方带走了。临走前，我穿着一身真丝居家服，在秘书和安保队长的簇拥下，慢悠悠地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刘浩看到我，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不顾一切的歇斯底里的嚎叫起来。陆川，你快跟他们解释啊！我是你小舅子啊！我就是来看看你的设备，我不算偷啊，咱们是一家人啊！同志，我是星辰海产科技公司的法人陆川，这是我们公司的法务人员，他将全权代表公司，配合你们的调查。同志您好，
这是全视角的监控录像和设备资产评估报告。他们试图强行拆卸的不仅仅是一台旧电机，而是基于这台纯铜底座，由我们公司自主研发加装了变频控制中枢，并申请了国家专利的核心动力系统。该系统的账面评估价值为45万元人民币。这几个人破坏安防设施，携带专业作案工具强行拆卸，已经构成了典型的结伙入室盗窃未遂，并且因为涉案标志物属于企业核心资产，一旦拆卸将导致我们上千亩的海产面临断死绝的风险，潜在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万，这绝不是普通的治安案件。而是情节极其恶劣的重大刑事犯罪，涉及影响巨大，还意图干扰企业生产经营。有什么狡辩的话，之后慢慢说吧。进去。陆川，你个绝情的家伙，你会遭报应的！刘浩被刑事拘留的消息，在第二天一早就传回了村里。这个消息对于本就处于崩溃边缘的村长刘长贵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他为了凑钱，请律师把儿子捞出来，更为了应付村民和蓝海公司的双重逼债，只能趁着虾刚因为缺氧憋死，还没彻底腐烂发臭，连夜把满塘那些根本没长大，连壳都没硬的软壳子死虾全部强行打捞了下来，还盖上了厚厚的劣质碎冰，足足装了3大卡车。足足装了3大卡车，试图将这些垃圾拉到市里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去碰碰运气。在他那狭隘的认知里，城里人多，只要价钱压得足够低，总有贪便宜的散商愿意接盘。但他根本不知道，时代早就变了。他更不知道这个海鲜批贸市场最大的核心供应商，就是被他亲手赶出村子的我。那天上午，江南海鲜市场人声鼎沸，刘长贵灰头土脸地站在交易大厅的中央，正低三下四地拉住一个穿西装的超市采购经理，死不撒手。刘经理，大老板，您就发慈悲收了吧，这可是纯天然的海水对虾，虽然因为今年天热缺氧闷死了，但昨晚刚死绝对没坏，您拿去做冷冻虾仁，做虾滑，绝对吃不出来。我不按箱卖，我按斤称，3毛不2毛钱1斤贱卖。您随便给点钱，直接把车拉走都行。老头，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你拿我们全省最高端的海鲜市场当垃圾回收站呢？这种个头小的像虾米，死后虾头泛黑的软壳垃圾，你也好意思往市场里拉？这要是摆上我们连锁超市的生鲜区，我们超市的招牌还要不要了？睁大你的眼睛看看，现在的高端商超只收全程冷店的鲜活大个斑节虾。你这破烂白送给我们做虾滑，我都嫌砸招牌。就是啊，老头，想钱想疯了吧？也不看看现在市场里认什么货。睁大你的眼睛看看，现在的高端市场要的是什么标准？深水活氧循环系统精准地滋润着每一寸水体，一筐筐肥硕透明的极品斑节对虾在高清镜头下散发着令人垂涎的生命力。而在宣传片的末尾，屏幕上赫然浮现出几个烫金的大字：星辰海产科技集团创始人陆川。刘长贵浑身一震，双腿一软。看到了吗？人家星辰海产送来的极品大虾，那才叫抢手货，还没上岸就被各大商中高价包圆了。你这3车破烂，倒贴运费白送都没人要。刘经理像赶苍蝇一样挥了挥手，转身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刘经理突然换了一副极其恭敬谄媚的笑脸，快步迎向了交易大厅厅上方的一圈透明玻璃长廊，那里是市场管理处专门为顶级大客户设立的 VIP 洽谈室。顶级大客户设立的 VIP 洽谈室，刘长贵呆滞地顺着刘经理跑去的方向望去，透过 VIP 洽谈室那面巨大的落地隔音玻璃，他看到了几个西装革履的大老板正围坐在一张红木长桌旁，而在主位上正是我。隔着吵闹喧嚣的交易大厅人群，刘长根的目光和我对视了。我没有对他露出胜利者的微笑，也没有愤怒的指责，我只是用一种极其平静的眼神淡淡地瞥了他一眼。那种眼神就像是在看路边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刘长贵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他突然双手死捂住胸口，
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绝望的干嚎，随后双眼一翻，直接一屁股瘫坐在了他那堆散发着腥臭气味的烂死虾里。刘长贵中风瘫痪，蓝海公司的法务团队来时，他还躺在破旧的家中。王经理带着吹哨团队和法院的传票再次堵在了村口。法院的传票再次堵在了村口。堂弟的官网已经被他们捞走抵债，但这远远不够填平那所谓的300万违约金。这一次，王经理露出了资本最贪婪的獠牙，他拿出了厚厚一沓虾塘水面承包权无限期抵债转让书，逼着全村人签字。300万现金拿不出来，那就拿你们的虾塘承包权来抵债。签了字儿，这几百亩虾塘连同里面的虾，以后就是我们蓝海公司的了。你们要么滚出村子，要么留下来给我们当按天计算的临时工。失去了虾塘，他们就等于背上了巨债，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老实说，咱们不能签啊！签了就真连活路都没了。不能签，大不了这条老命不要了。乡亲们，跟我走，去市里去求陆川。现在全天下只有他能救咱们的命。在彻底的绝望面前，尊严早已一文不值。几十个村民代表拼凑了最后一点路费，租了2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在闷热潮湿的泥泞中颠簸了3个小时，来到了我位于市郊的星辰海产科技集团大门外。陆川，陆老板，乡亲们来给你磕头啦！当我的秘书在监控里看到了这一幕，并向我汇报时，我正坐在会议室里看全省的水域气象报告。我走到落地窗前，俯瞰着大门外那群齐刷刷跪在柏油路上的村民，他们额头抵着积水的柏油路面，曾经的贪婪早已被现实的毒打碾得粉碎。我披上风衣，带着法务总监和几名安保人员推开了气派的电动大门。看到我出来，老村支书站起来，老泪纵横。小川，咱们知道错了，咱们被刘长豪和那家黑心公司骗得倾家荡产，连虾塘都要保不住了。你大人有大量，救救村子吧，哪怕让我们给你当牛做马，只要保住虾塘就行了。老支书，当初你们按红手印逼我走的时候，我记得我说过，生杀祸福，各安天命。你们为了贪图那点虚假的便宜，轻易把全村的命脉交给了骗子，不仅踩碎了我的心血，也踩碎了你们自己的退路。这苦果本来就该你们自己咽。但是那片土地上埋着我陆家列祖长宗，埋着我父亲。我陆川可以不认刘长贵那个畜生，但我不能看着生我养我的村子被一帮打着科技光子的资本骗子给吃绝户。小川，你愿意管咱们？我不是在做慈善，我是个商人，要我管，以后村里的一切规矩我说了算。张总，通知车队，带上所有的证据卷宗，跟我回村。是。今天我倒要看看谁敢吞我陆川家乡的地。1个小时后，5辆黑色商务车带着不容抗拒的压迫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村委大院。哟，这不是星辰集团的陆总吗？您这是衣锦还乡啊！不过今天可是我们蓝海公司依法收债的日子，您这是要干涉正常司法程序吗？收债，张总，念给他听。根据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权威鉴定，贵公司推销给本村的这台所谓智能物联网增氧机，内部电机实为翻新的工业废弃电机。工业废弃电机，名牌功率虚标达300%，且未取得国家3C 强制安全认证，这是一台彻头彻尾的伪灭产品。你胡说，我们是有合同的。
合同。鉴于贵公司使用伪劣产品进行虚假宣传，又签阴阳合同，并非法附加隐形收费，涉嫌重大商业欺诈。我们星辰集团已经正式代理全村村民向市公安局金琛大队报案。我再补充一句，我的律师团队会把这场官司打到直到扒下你们公司最后一层皮，让你们的法人进去踩缝纫机。现在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村子。王经理看着我身后严人一带的律师团队，又看了看那些因为有了主心感而重新握紧拳头的村民，知道这次踢到了真正的铁板。知道这次踢到了真正的铁板，他一句话没敢多说，带着催收团队灰溜溜地逃出了村子。整个村委大院爆发出了雷鸣般的哭喊和欢呼，无数村民朝着我的方向深深的鞠躬。这一次，他们眼里的感激毫无杂质。赶走了蓝海公司，只是救了村子的急，要真正救活这片水域，还需要彻底的破而后立。第二天，星辰集团的工程车队开进了村子，他们不仅拉来了全新的、符合最高标准的大口径增氧管网，更带回了当年被我拉走的那台纯铜老电机。只不过经过我基地技术团队的升级，它现在已经加装了真正的变频控制系统。伴随着老电机沉稳有力的轰鸣声，强劲的高压冷空气再次沿着全新的管老喷出，在缺氧发臭的虾塘里时，爆气在缺氧发臭的虾塘里时，全村人站在塘埂上，任由水花溅在脸上，哭得像个孩子。但这活氧不再是免费的午餐。氧气通了，但过去的规矩必须改。以前那种我出钱出力，你们坐享其成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有了。从今天起，星辰集团将全面接管村里的深水供氧与活水循环监控系统，电费按市价最低成本收取，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同时，只要你们愿意，可以全部迁入我的生态供应链，我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和优质虾苗。要求只有一个，必须严格按照星辰的无公害标准养殖，绝对不允许私用违禁抗生素和乱死的貂。只要你们养得出好东西，到了出塘季，星辰集团按高于市场价20%的价格，全部兜顶收购。谁要是偷奸耍滑，毁了村里的信誉，立刻踢出合作名单，永不录用。没有施舍，只有合作；没有溺爱，只有规则。这才是对他们最真正的尊重，也是最长久的救赎。小川，咱们全村人的命都是你给的，以后全村上下你指哪儿，咱们打哪儿。谁要是再敢有二心，我亲自砸断他的腿！几百号村民排着长队，没有争抢，没有抱怨，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敬畏、感恩和对新生活的希望。那一天，红色的手印盖满了协议，也盖下了一个村庄重生的契约。3年后，那场百年不遇的高温缺氧早已成为过去。曾经那个死气沉沉、差一点被资本吃绝户的海边穷渔村，如今已经大变样。一望无际的废弃滩涂和发臭露水被全部清理，取而代之的是星辰集团统一规划的标准化高密度虾塘。春天一到，浅绿色的健康水体下生机盎然。到了起捕出塘的时候，网兜里捞起的极品对虾散发着诱人的活力。因为搭上了星辰集团的高端冷链物流，村里的海产直接进入了全国各大城市的高级商超，村民们的收入比过去翻了整整5倍。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回流，家家户户翻盖了新房，买了小汽车。买了小汽车，村里每天都回荡着欢声笑语。而在村口那座经过重新扩建、气派非凡的现代化增氧机场前，村民们自发凑钱立了一块高高的青石碑，上面没有歌中颂德的废话，只刻着8个大字：饮水思源，立信立心。这是一个村庄刻在骨子里的忏悔，也是对我最大的敬意。初秋的一个傍晚，我亲自开着车回村视察今年的对虾打捞情况。车子刚开进村口，就被热情的乡亲们围住了。李婶婶硬是搬来一箱刚走完高端冷链包装的极品对虾，塞进我的后备箱，眼眶红红的拉着我的手。
陆总，带回去尝尝，今年的虾可肥了。没有你，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啊！我微笑着接过这份沉甸甸的心意，和乡亲们熟络地打着招呼，感受着这份久违的乡情。然而，在路过村尾一处破败不堪的红砖废墟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轮廓，那是岳父刘长贵。他坐在一辆生锈的破轮椅上，浑身脏兮兮的，手里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破碗。小舅子刘浩还在监狱里服刑，他中风瘫痪后，靠着村里每个月施舍的一点低保，勉强饿不死。他歪着嘴，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欢天喜地的热闹景象。他曾经为了那30万块钱回扣，试图把全村推入深渊。如今，全村都在我的带领下走向了共同富裕，唯独他，永远被隔离在这份繁华与幸福之外。这就是对他最残酷，也是最公正的报应。我没有停留，一脚油门，车子平稳地驶过了那片废墟。车窗外夹杂着海风与对虾丰收气息的咸腥味，随着晚风扑面而来。看着这片生机勃的土地，我的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充实。真正的强者，不是在泥潭里把恶人踩死，而是抽身而出，制定新的规则，用绝对的实力碾碎谎言，用宽广的格局重塑一片土地的灵魂。这片孕育着勃勃生机的蔚蓝水域，终究迎来了属于他的坦途，而我也在这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中，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